考你一下，这台车你绝对不认识。TT， 欧宝 TT， 我 TT， 保时 TT 吧？啊，我先讲一下，其实这台车是一台真的非常冷门的一台车，这台是看得出来是保时哦。哎，我知道，这不是欧宝吧？我知道，不要乱讲哦。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案例，我们来做功课。做什么功课？做什么功课？这老师交代的就是叫做功课啊。我们今天这台车其实是台老师的车哦，它是明志科大工业设计改装汽车的摇篮，专门设计商品啊、外观啊这些东西的，包含内装跟车子有关系的，都跟工业设计有相关，包含外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算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学问。把车交给我们也是非常信任，老师有准备非常明确的改装目标，包含设计图跟模拟图都来了。保时的 R 系列啊，当初是2011年出来，这台车其实当初将近快200万一台，180几万，算这样180很贵哎。180在当初这样看，这样设定，而尤其它是1600而已哦，好像跑车动力很大，对不对？嗯，它是用 mini 引擎去共用的，这1.6是走涡轮的，大概马力在200到270匹之间哦，蛮有力的。官方的设定哦是叫做 GT 跑车。好，我们这次哦也废话不多说了，反正老师有交代一些工作，而且有非常明确的一些方向，我们就照着他的指示来看这台车能不能在这一次的改装中哦完整的把作业交出来，好不好？走。我们刚刚影片里面看到那台标志，保时好，他想要改这只 Jaga 的前保杆。Jaga 的车头跟保时的车头有蛮大的差距啦，好像一个比较宽啊。不只是比较宽，然后包含这个车头长度，这中间有一个很大块的隆起，一个比较扁，一个比较凸啊。它中间这个网子的部分，因为我们也不可能用 Jaga 的标志来帮它上，所以他有买了一个这个改装的这种碳纤维的这个水箱罩，这样子装上去的。那我们就看看接下来怎么做吧。这次我们依照工业设计系老师的要求，按照电脑模拟原本的保时前保，移植成另一个外观。这种移植工作就必须切割破坏这2只保杆，达成2合1的目标。至于要怎么切，要切多少，怎样模糊不合的接痕，都考验着师傅的技术。遇到热之后啊，可以变形，我看到可以拉，可以变形，我看到了，好烫，天哪！可以重复烧焊的，可以回收使用的，这个属于热固性的材料。加盖的保杆呢，我们一边在超音波去烫它的时候呢，一样会有这感觉，可是没有用。它掉下来的材料是变成粉末，有没有变粉末了？能够再重新融合，这2个材料是不能烧结。那有解吗？有解？你觉得在我们家没解吗？我们当然有招啦，我们还有别的材料可以接。这个前保杆已经密合度都修完，而且也平整度抓好了，图都做漂亮了哦，已经看到了，准备要烤漆了。这个鼻头都接平回来了哦，这个灯角也长出来了。这个 logo 啊，这个是我们老师自己去做的 logo， 质感还不错，应该我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啦，还蛮漂亮的。贴哪里好看了？引擎盖太怪了。我问一下车主啦。对啊，还是问他一下好了。视讯一下，我们来决定一下 logo 的位置好不好？可以吗？有空吗？好，来，我们视讯一下，你帮我开一下好不好？hello， 来。车子做好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个 logo 的位置。你有没有个大概的想法？应该是只有高低。中间偏下。中间偏下，然后跟2边的大灯成一个弧形。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其实这样贴还蛮好看的。好，那就这样，我知道了哈，那我就这样粘哈，感谢。好，谢谢，好，拜拜。
老师交代的作业要做。工业设计系老师的车，有段时间我们把它改好了。这次做的前保，其实我记得当初是有一个3D 的图档，大概模拟的一个样式，没什么色差，还不错。下面是 Jaga 的保杆，对不对？对，好像是 F Top 的吧。其实这2只保杆结合的时候，其实误差其实真的是蛮大，不然大灯这边的缝也非常大，这边难度真的是蛮高，还有这个平整度啦，那形状是完全对不上哦。功力，没错，师傅的功力哦。Jaga 的改装水箱罩，下巴呢也是手工定做的哦。老师当初有定下巴，可是好像装不上去，因为他定到小改款。杨哥，这个国外订的话，应该要很久，真的很久。他其实有问过新款的，新款一只啊，如果再订大概要3个月。你知道多少钱一只吗？不知道，大概2-3万。哇，一只下巴，对，就这样小小块壳2-3万，所以就中间那一只，开玩笑，这个我们做得出来，对不对？对，做给他，所以这个下巴不是买的哦，这个是我们定做的。老师请教一下哦，你现在寄来的这只下巴好像跟保杆是不匹配的，是不是定错了还是怎么样？这应该是装不上去的，非常确认哦。这个是要再重新订过吗？帮我确认一下吧。也是可拆的，心爱的 logo 自己设计，自己设计的保杆，自己画的图 ，OK 都没问题。对，我们讲一下雷达。因为这个保杆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放雷达，对不对？这个大牌是另外帮他做的大牌，这边有个雷达。对，我们是这样把它做在这边。我们做很多宾士，有些改装保杆也是没有地方可以放大牌雷达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一招，找个比较大的大牌底座，挖了雷达以后把它镶进去，这样雷达可以用。常玩这一招了哦，所以难不倒我们。这个侧面这雷达，这个砍入式的也非常 OK。雷达现在就是改在这个气最薄的地方嘛，那中间怎么办？先放在它的大牌架后面，帮它改成宽的大牌，把雷达塞进去。比较重要是我们这边有做一个口，这个口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碳纤维，因为它是这个细长的，如果直接封网有点不够立体哈。对，其实拍不太到，对不对？哦，有，有看到哦，这其实不太容易看到，这光打黑的。装了一个它自备的侧裙啊，这个侧裙是比较素的，比较小只的哈。这一只是专用的，一只塑胶侧裙这样装。点缀一下，其实可能一般没有讲，可能看不出来，因为以为它是原厂的东西。没错，来后下也是看不出来的后下。我们也没特别拍啦，反正就是装好，因为年前真的很忙哦。这只后下是另外帮他改的这一块，排气管本来是2边的变4边，而且非常的脏。对，这排气管超级脏的，我有请专家帮我把这洗干净。哇，这差太多了吧？给个赞，这个老板厉害。哇，好，这不简单。装饰的烧上去，车主有自备左边的原厂排气管，我们把它反转改角度以后烧在右边，所以这个是左边改成右边。其实你也看不出来改什么哈，好像原厂对不对？对，看起来就很原厂。改好就这样，反正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是照表操课，对不对？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老车翻新啦。谢谢大家观赏我们这一集哦，老车翻新3D 定做实现手工前保哈，谢谢大家观赏，谢谢。对。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非常耗时耗工，续集请耐心等候。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